第1039章中域天皇城。这是一片辽阔的碎石广场，在广场中心位置有着一方巨大的石台，石台顶尖处几十丈庞大的漆黑虫洞正在缓缓旋转，一股惊人的空间波动不断地从其中满溢而出。噗噗，碎石广场的寂静持续了半晌，突然响起一道道低沉声音，而随着这些声音的响起，只见得那虫洞处泛起一阵阵剧烈的空间波动，一道道人影从其中笔直般的闪掠而出，旋即错错落落地落在广场之上。总算是出来了，这该死的空间虫洞实在是太难熬了。落在地面上，林燕顿时深吸了一口外界那新鲜的空气，宛如解脱般的笑道。在其身旁，萧炎也是略有同感的点了点头，目光四处扫动。此刻的广场上已经有着不少从空间虫洞内出来的人影，因此这片安静的广场立刻便是变得充斥了活力起来。这里便是丹域了吗？萧炎搓了搓手掌，收回好奇的目光，问道。不是。林燕摇了摇头道，这里只是中州的中心，对外也号称中域，而丹域则是处于中域的中央位置。中域，萧炎一怔，嘿嘿，如果说中州是斗气大陆的中心化，那么这中域便是中州的中心，那些有名的顶尖势力大多都是将总部设在中域内。林燕笑了笑道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便是中域西南，这片区域中名头最大的便是阴谷与焚炎谷，这两大势力算是这片区域的主宰。当然除了这两大势力外，还有着其他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一些势力，但与阴谷与焚炎谷比起来却是差了太多。而柳琴的家族便也是在这西南区域。焚炎谷。闻言，萧炎心头顿时一动，对于这个势力他可是久闻其名，而且那陪伴他数年时间的天火三玄变也正是这个势力所有，因此对于他们萧炎还是很感兴趣的。一殿一塔，两宗三谷四方阁，这焚炎谷与阴谷的实力即便是比起风雷阁都是要强上不少，特别是这焚炎谷传承了数百年，底蕴相当之强，嘿嘿。另外偷偷告诉你，这焚炎谷之内也是有着一种名为九龙雷罡火的异火哦。林燕突然凑近萧炎，神秘的道。萧炎微微一笑，旋即也是有些无奈，即便他知道焚炎谷有着一种异火，但也不可能对之出手，不提焚炎谷本身那恐怖的实力，即便他真能将九龙雷罡火弄到手，可上面早就被焚炎谷那些强者设置了极为完美的封印，得到了恐怕也是无法将之吞噬，反而还会因此而得罪一个实力比风雷阁还要强悍的可怕势力。不过虽说不能将主意打到九龙雷罡火之上，但对于那天火三玄变，萧炎却是兴趣极浓。经过这些年的修炼，他也是逐渐的清楚这天火三玄变是何等的玄奥，特别是对于他这种体内拥有着不止一种异火的人来说，更是如虎添翼。若是能够将天火三玄变剩余的两变修炼之法弄到手，萧炎的战斗力必将突飞猛进。若是有机会的话，或许可以试试能否得到天火三玄变剩余的两变。不过这次若非情况特殊，还是不要轻易显露自己也会天火三玄变，不然若是这焚炎谷又像风雷阁那般顽固，恐怕又是一番不小的麻烦。萧炎略作沉吟，在心中喃喃道，这里距丹域还有多远？抬起头来，萧炎对着林燕问道。路程不短，不过中域有着不少短距离传送的空间虫洞，6-7天时间便是能够抵达丹域。林燕算了算，旋即望向萧炎道，柳琴家族所在的天皇城刚好便是在一座我们必经的城市，那座城市有着可以通往丹域的空间虫洞。闻言，萧炎也是略感讶异，旋即笑着点了点头道，正好可以顺便去看看那家伙，我也有好几年未曾见过柳琴了，不知道他如今怎么样了。林燕笑了笑道，柳琴如今可是家族族长，他的修炼天赋比我好，我当初与其分开时，他便是达到了3星斗皇层次，如今的话怕至少也是7星斗皇了。既然你决定了，那便由我带路吧，以我们两人的速度，1日左右的时间便是可抵达柳琴那里。萧炎微笑点头，距丹会的开始还有着一段距离，他正好可以一路过去，
顺便中途收集一些兽火，壮大体内的那丝化生火的火种。见到萧炎并未反对，林燕也就不再废话，背肩一颤，斗气双翼便是舒展而开，身形一动便是掠上高空。斗皇级别的强者，虽说在中州算不得太过稀罕，但也勉强能够进入准强者之列。因此当碎石广场上的一些人见到腾空的林燕后，皆是投来一道道艳羡的目光。如今年轻便是成为了斗皇，日后成就想必不可限量啊！而就在他们艳羡间，萧炎却是脚掌踏着虚空，迅速掠上天空，然后与林燕一招手，两人便是化为一道流光，消失在那广场上一道道呆滞的目光之中。踏空而行，斗宗？那小子居然是个斗宗强者！在萧炎二人消失在天际之边后，广场上方才有着一些人回过神来，发出一道道难以置信的惊呼之声。斗宗，即便是放眼中州，也是绝对的强者。无数人为了这个层次拼尽一切的奋斗，然而最终能够真正如愿抵达这个层次的人却是少之又少。因此也难怪那些人在见到萧炎这位如此年纪的斗宗后会这般失态。天皇城，一座规模丝毫不比天北城小的城市，而且由于这座城市有着能够直通丹域的空间虫洞，也是令得这里的人气远超天北城。天皇城中大小势力林立，其中以两大家族为尊，一为柳家，二为程家。这两大家族算是天皇城内实力最强的势力，当然两个家族都并没有资格建造空间虫洞这等远距离的传送点，因此这里的空间虫洞并不属于两大家族任何一方所有，而其所有方是焚炎谷。焚炎谷乃是这方圆几千里之内真正的霸主，掌控着诸多城市，唯一能与其抗衡的便是阴谷。不过这阴谷素来神秘，势力范围远不及焚炎谷，但却依旧没有任何人敢对其抱有小觑心理。能够与焚炎谷相媲美的势力，只要用屁股想都能知道，这可绝对不会是什么省油的灯。焚炎谷掌控的城市极多，而这天皇城也正是在其囊括范围之中。其实说起来，柳家与程家倒是能够算作焚炎谷的附庸势力，而至于这空间虫洞的管理权，则是由焚炎谷来选择代理。自然的，这代理方将会名正言顺地成为这座城市之中的老大。这些年里，空间虫洞的管理权便是不断地在柳家与程家之中转换，但却并未有一方能够长久地将之掌控。这或许也能够算作焚炎谷的一种驾驭手段。以萧炎二人的速度抵达天皇城，并未消耗太多的时间，不过短短1日之内，便是隐隐间看见了天皇城的轮廓。这1日的赶路中，萧炎在路经一些山脉时，也是会粗略地搜索一遍，因此倒也是弄到了2种兽火，虽然并非很强，但也聊胜于无了。随手将2种兽火熔炼进入化生火的火种内，感受着那逐渐变得壮大的火种，萧炎也是不由得一笑。天下间兽火种类繁多，要获取并非很困难，而且中州魔兽无数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只要往那些魔兽汇聚的山脉一钻，要收取兽火也是相当轻松。这便是你所说的天皇城？萧炎抬起头望了一眼远处葱郁掩盖下的城市一角，不由得笑道。林燕点了点头，目光四处扫了扫，提醒道：这里是焚炎谷的势力范围，你行事小心点，至于那天火三玄变也别轻易使用。虽然焚炎谷不像风雷阁那般将斗技看得跟命一样，但你一外人使用他们的斗技，人家看见了心中也会有些不爽的。在赶路中，萧炎也是将天火三玄变的事情告诉了林燕，这倒是令得后者极为的惊愕。他没想到萧炎不仅修行有风雷阁的斗技，还连这焚炎谷的斗技他手头里都具备着，因此也是多番告诉他尽量将之隐藏。萧炎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目光顺着大道望着远处，那里一座庞大的城市悄然地匍匐在森林之中，犹如望不见尽头的巨兽般。走吧，照你所说，这天皇城的空间虫洞此次是由柳家掌控，这倒是能够顺利一些。而且柳琴这家伙不知道这些年到哪种地步了。轻笑一声，萧炎眼中掠过一抹好奇，当年的柳琴可是内院强榜前3的存在，那时候连他都是得仰望，不过就是不知道这些年后他又是能达到哪种境界。